娘娘不大舒服啊。安陵容怎么会有身孕？是啊，她不是用过西鸡丸吗？怎么会有身孕呢？这东西虽然伤身子，但也未必会绝育啊。这下皇后可有精神了。今日皇后再次提起安陵容的父亲与安胎一事，为保皇嗣，只怕不日便会把安比怀受贿一事一笔勾销。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，那皇后手中就有2个皇子，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，那咱们以后的处境……皇上万福金安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起来吧。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看皇上神气红润，就知道安妹妹的身孕有多让皇上高兴了。一向看着蓉儿身子娇弱，没想到胎相倒十分安稳。可见安妹妹的孩子有多贴心，将来必定十分孝顺懂事。你来的正好，朕一个人看书正乏味呢。臣妾想，皇上为安妹妹的事儿高兴，这午膳一定是敞开了胃口吃的，这时候定会觉得腻腻的不消化，所以臣妾特带了一份点心给皇上享用，不知可好？咱们心有灵犀啊！这莲叶羹是取新鲜的嫩莲叶，在日出前摘下，熬汤的水都是莲叶上的露珠，都是去年收起来的。藕粉桂花糖糕，入口香甜，皇上尝尝。以前梅庄宫里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好。皇上想着姐姐，吃着喜欢，便是怀念姐姐了。给皇上请安，给熹贵妃请安。什么事？回皇上话，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，请皇上过目。你来帮朕看看吧。字的意思倒还都好，这个素字，刚得克就约素，冒功心境约素。倒是这个文字，好像更对安妹妹的性子。蓉儿静默谦顺，乃礼仪人也。这个文字的确更贴切。文这一字，可以说是文静有礼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。若选了这个字，只怕安妹妹会多心了。那便只剩个丽字了。丽字，容颜姣好，是成双成对的美意，又可指伉俪情深，果然是极好的。怎么了，皇上？这字不好吗？安嫔是朕的妾室，怎么能跟朕夫妻伉俪呢？如果朕真的用了这个字封她，传出去，文武百官又要议论纷纷，说朕太过宠信妾室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传旨下去，告诉内务府这几个字都不好，让他们重新选来。其实何必麻烦内务府？皇上只一个字给妹妹做封号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一时间朕还真想不起来，不如你帮朕想一个。这样的事，臣妾怎么做主啊？这样，你写出来，朕看不合适的，朕再帮你改。皇上看，可好？离，能歌善舞，性情又像皇帝一样和顺，
而且黄鹂又是两情缱绻的鸟儿。皇上，奴才听说黄鹂多子，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，这不是多子多福吗？这样说来的确不错。苏培盛，去传旨吧，再请皇后择个吉期。这师傅，今儿个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，怎么不高兴啊？哦，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，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。这想什么呢？这样出神。今日安妹妹大喜，倒叫臣妾想起来当年入宫的情景。臣妾与安妹妹还有梅姐姐是同日入宫，又一直情同姐妹。梅庄在的时候，朕没有好好待她，现在想起来，心里不安呐。如今臣妾已经位列贵妃，安妹妹也封了离妃，梅姐姐虽也封了惠妃，但世子追尊还未定。臣妾想求一求皇上的恩典，再赐梅姐姐一份哀荣吧。逝者已逝，生者也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，那就依你所言，以表追思吧。皇后病着，这事就交由你处理。是，既然说了，那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。齐妃是畏罪自戕，依例是不能追封的，但三阿哥渐渐大了，也得顾及他的颜面。既如此，那些已故的嫔妃就一起追封了吧。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，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，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，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。说起追封一事，倒叫臣妾想起了今日皇后在景仁宫说的一句话。哦，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，臣妾也是这样想的。宫中不乏比臣妾资历深厚、德行贵重的嫔妃，臣妾忝居高位，常常自觉不安。说起来，六宫之中也是许久没有大封过一次了。皇后不提，朕都疏忽了。臣妾也是这样想，已故者可以放一放，倒是宫里朝夕相处的姐妹，该好好尽一尽位分了。后宫和睦，对皇上的前朝也是有所注意的。臣妾只求皇上一样，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，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，居于臣妾之上，否则臣妾终究难安。端妃进宫最久，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，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依于你。皇上心里有臣妾，臣妾心里明白，不愿在名位上计较。既如此，那朕就册封端妃为皇贵妃。朕早些年很委屈了静妃，她又素性温和，就册为贵妃与你并尊吧。另外，新贵人也是伺候朕多年，就册为新嫔吧。皇上思虑周全，臣妾是万万想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哪里是想的不周全，不过是等着朕开口罢了。你为别人求了这么多，又为别人谢了恩，自己怎么不求一点恩典呢？臣妾有皇上的宠爱，便是最大的恩典，别无所求。这熹贵妃的意思是让咱们和礼部商议着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。这些个日子当差，你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这可是宫里头的大喜事儿，别出什么乱子。看见册封的单子了没？这以后啊，后宫谁说了算，
你们都得警醒着点儿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永寿宫的差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差事。多谢总管提点。还有，给安平定封号的差事，是你们谁去办的呀？是奴才。你们想要巴结，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，该不该巴结。来人，拖出去打40大棍，扔进慎刑司服役去吧。奴才冤枉了！这安嫔呐，封了丽妃，眼瞧着是得宠，可你们要是瞎巴结，得罪了人，自己个儿都不知道，那就活该被打死。小主不能不高兴啊，得看腹中的皇子呢。虽说是封妃，封的什么号？内务府的人给我选了几个封号，怎么就挨了打了呢？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？许是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还不都是为着我的事儿？他们给我选了几个好听的封号，就挨了打了。这不是满宫里告诉不许对我好吗？谁敢呢？小主怀着龙胎，内务府不照样把好吃好喝的送来？不是最好的，他们还不敢呢。哼，我何尝不知道？还不是为着我这个肚子。倘若没了这个孩子，小主不许胡说。外头什么声音？叫得我头疼，赶出去！都给我赶出去！小主，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。苏公公的意思，许就是皇上的意思。小主，您可不能让皇上以为您不喜欢他给您定的封号啊！赶出去！都给我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听到了没有？小主，赶出去！我不想听。这是打哪儿飞来的黄鹂鸟啊？还能是哪？多半是离妃宫里飞出来的。本宫抬举他了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即使抬举了妃位，他也根本不配。他是不配，还敢说内务府定的封号好？丽子是皇后可用的，显示与皇上伉俪情深。离妃没读过几本书，还敢这样讲？大封六宫，甄嬛占尽了便宜，且让她得意几天吧。娘娘圣明。太医有没有按时送安胎药去？按照娘娘的吩咐，都是最好的安胎药。昨夜太医来报，为了稳定离妃的胎气，已经在烧艾了。4个月就烧艾，真难为了离妃的身子。这些年她也算听话，一直在乖乖的服药，不曾有孕。现在听娘娘的话，用了催孕的药，让龙种待在肚子里几个月，已经是她的福气了。告诉太医，无论用什么法子，务必要使离妃的胎看起来安然无恙。是。今日熏艾到此为止。娘娘，这保胎药必须每日按时服用，才能确保无虞。另外啊，娘娘一定要保持身心愉快，才能保得平安。3日后，微臣会再来为娘娘熏艾保胎。那微臣就先告退了。太医慢走。宝娟，快把这河里的艾草拿去倒掉，千万不能让人闻出熏艾的味道。是。娘娘，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。皇后提懿旨离妃，娘娘立即提请六宫妃嫔都大封。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。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。皇后想抬举安陵容，我为何不顺水推舟呢？有好大家分吗？留着我想要的，减去我认为多余的。
其实修剪花枝和整理后宫是一样的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皇后更明白。这花，咱们已经剪得很好看了。花叶和人一样，随时都会旁逸斜出，留神着点吧。娘娘说的是。娘娘，燕窝好了，娘娘请用。这素来不都是血燕吗？今日怎么换了白燕了？内务府说，皇后娘娘下旨说离妃有孕，血燕都仅供着延禧宫，其他宫里暂时都只用白燕。皇后可真疼惜离妃，若真要赏她，大可不必这么显眼，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便是了。这一下子全给了她，反而叫六宫非议。这就是皇后的厉害之处。一来呢，让离妃不要得了身孕就得宠忘本，忘了皇后对她的好；二来，离妃在宫中本来就树敌颇多，她得到的恩宠越多，就越有人记恨她。离妃为了保住自己和腹中的胎儿，只能牢牢地靠着皇后这棵大树。不过看样子，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不浅呢。养老，可见皇上对小主有多眷顾。等这件事办完，也不枉我辛苦怀这个孩子几个月。本宫可来晚了，好生热闹。姐姐来了，快躺下。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，该好好歇着才是。宝娟，把我收着的羽前龙井拿来，想必熹贵妃也喜欢。是。哎，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，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？妹妹有所不知，离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，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，难免有些粗糙。皇上为了让离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，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。这枕头的枕芯啊，还是素玉做的呢，据说最能养神了。我呀，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。前几日呢，皇上刚赏了铝金线的暗花枕，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。哎，到底是我呢皮糙肉厚，不晓得金线粗糙。哎呀，好香的茶，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。姐姐说笑了，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？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。如今妹妹有了身孕，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？可要小心些才好，尤其是麝香。妹妹素爱调香，可别弄错了。姐姐言重了，那香是用鲜花枝子调的，
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？妹妹还说嘴呢。这纱原叫月影纱，是外头供来的珍品，一匹之价不下100金，挂在屋子里，日光再渗漏进来，也如月光柔和。单看妹妹店里这些，便是万金之数。你自己说，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？可见皇上心疼你。可不是嘛，皇上啊，可看重黎妃的胎了。姐姐若是喜欢，妹妹便送给姐姐，还请姐姐笑纳。我怎好白拿妹妹的东西？话说回来，我是来贺妹妹有孕之喜，再贺妹妹晋升妃位。小允子，来，在。这白玉扇子用来扇凉最好，握在手里也不生热。这红宝石未经雕琢，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。旁的也就罢了，这鸽子血艳红如血，半点杂质都没有，真是好看极了。妹妹哪里能收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，若不是这样的东西，怎能配得上妹妹呢？为黎妃安胎的太医可在？回禀熹贵妃，是许太医在。见过熹贵妃。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，万事该格外当心。恰如皇后娘娘所说，万勿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。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，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。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，妹妹如何当得起呢？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，必定……说什么呢？也不怕忌讳。我这么做，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。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，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。其实，这位是魏太医，2位太医一同查看，便更妥当些。回禀娘娘，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。是。如此，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。安妹妹好容易有了身孕，更要好好保养。今日魏太医也在，不如请他再请一次脉如何？也好多一重保险。多谢姐姐关心，本该听姐姐的话，再多请一次脉。只是这许太医是皇后娘娘举荐的。我与姐姐一样，本该多一重心安。不过，若皇后娘娘知道的话，怕是咱们以为许太医医术不佳呢。那请问许太医，黎妃胎气如何？哦，黎妃娘娘胎气甚稳，您只看她的好气色，便可知一二了。黎妃素爱用香，也无碍吗？哦，无碍。妹妹最善制香，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？叫凝露香。姐姐若是喜欢，我送一些与姐姐可好？宝娟，到我的香料盒子里包好凝露香，送与熹贵妃。是。哎，怎能劳动妹妹身边的人？小允子在，跟着宝娟去取香料。这。可看出什么不妥吗？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，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。娘娘，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，待回去定下来了，再来回禀娘娘。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，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，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，不爱用了。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，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。趁宝娟不注意时，用银耳针撬开来拿了几颗，好像也是香蜜之类。香味甚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，黎妃的胎气可还稳当？回禀娘娘，正如娘娘的猜测，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。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？污蔑本宫，罪名可不小。微臣不敢。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象平和，娘娘若是相信，自然不会来问微臣。起来说话吧。谢娘娘。你既知本宫疑虑，说实情就是。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，写的是胎象平和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了。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、黄芩、苎麻根和白术等药。别的本宫倒是不知，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，不到必要时断断不可轻用。娘娘睿智，那日黎妃殿中虽然点了香，掩盖了熏艾的气味，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。黎妃有孕4月便已用艾叶，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。此外，黄芩、白术、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，说明黎妃已经有气血两虚，有盗汗滑胎之象。另外，微臣还听说黎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，只怕月份越大，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，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。事无完全，诸位太医竭尽全力，或许还能保住黎妃顺利生产。黎妃用艾，已知自己此胎不保。倘若此胎真的不保，娘娘以为责任在谁？若是她自己保不住也算了，否则碰上谁，便是谁倒霉了。此事你知我知，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。你瞧瞧，这是什么？那你先好好歇息，朕养心殿还有事，晚上再来看你。皇上才来就要走吗？朕还有折子要批。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。好。皇上慢走。宝娟，宝娟，小主，小主你怎么了？快叫许太医！来人呐，快传许太医！黎妃不要紧吧？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，看不出个什么。都说黎妃是睡眠不安动了胎气，不要紧的。哼，但愿如此。熹贵妃吉祥，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。这花真好看。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，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。这花儿叫狐尾百合。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，可不和狐尾一样？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，
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。有没有给黎妃送去？还没有。方才延禧宫说，黎妃睡眠不安，动了胎气，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。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。是，奴才知道了。娘娘，小主现在脉象平稳，并无大碍，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。有劳许太医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动了胎气？皇后娘娘，臣妾这些日子心烦，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。肯定会保不住，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。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，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，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。臣妾知道，若非娘娘安排，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。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。熹贵妃称病，不肯见臣妾。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。最主要，她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，绝无差池。机会是要等的。本宫已经问过太医，你这个孩子至多保6个月，若再不落胎的话，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。还有1个多月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臣妾知道。太医说了，这段时间切勿动气，也不要与皇上同房，以免震动了胎气，明白吗？是。把安胎药喝了吧，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。记着，这件事情不能宣扬，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相安稳。是。娘娘慢走。小主喜欢桃花，怎送来了百合？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宁心静神，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，放在娘娘的寝殿。许太医在，烦您帮本宫看看，那百合有无问题？好的。娘娘，百合确有凝神之效，娘娘失眠多梦，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。啊，那就搁那儿吧。这，放这儿吧。百合的送去了吗？都送去了，花房每日都在送。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，说花苞无事。黎妃呢也喜欢。几日后便是黎妃生辰，皇上自会去陪她，要我们操什么心？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就一味躲懒装病吧。我要不躲着她，那日她有什么闪失，要赖到我头上，我可吃罪不起。